想象一下啊，你在温哥华就为了租个小单间儿，每个月都得勒紧裤腰带，甚至要吃土。买房那简直是遥不可及的梦，这可不是开玩笑。差不多80%的加拿大人是真正切切在为这个住房问题焦虑。但现在呢，政府突然说要砸130亿加元，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叫建造加拿大家园，简称 BCH， 号称要像二战之后那样亲自下场大规模建房。这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要么是救星，要么是个大坑？今天咱们就来快速扒一扒这个 BCH 计划，它到底是啥？说要每年建50万套房，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背后又有哪些就是说挺尖锐的争议和现实的挑战？我们看了官方公告，也读了些分析报告，还有网上的各种讨论，帮你快速抓住这个大动作的关键点。所以这个 BCH 它的核心是啥？能简单说说吗？简单说就是启动资金130亿，目标是把建房速度怎么说呢，翻1倍，一年干到50万套。但关键不只是钱，更重要的是角色的转变。怎么个转变？以前是在后面推一把，给点政策支持什么的，现在是直接撸起袖子，自己当开发商，自己去建，还要把那个加拿大土地公司也整合进来，亲自下场了。这是对，没错，这个转变是挺大的。政府拿自己的地出来建房，这在最近几十年是很少见的。他们第一步计划就是在达特茅斯这些地方6个试点城市吧，想搞个4000套工厂预制的房子。4000套听起来不多啊，跟那个50万的目标比，是起步阶段嘛。但这个背后反映的是一个非常深的危机感。有预测说到2030年，加拿大可能得多建的500万套住房，才能让房价和租金稍微就是说正常一点。这个数字太吓人了。是啊，现实就是现在有差不多60%的人为了付房租、吃了交风什么的，基本开销都在压缩。确实压力山大。那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二战后那个 CMHC 大规模建房的模式？有接近的地方，但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当年的大背景跟现在的市场、技术、社会需求都不一样了，而且关键是过去几十年政府对那种非市场住房，就是不完全按市场价走，能负担得起的房子投资是严重不足的。所以 BCH 算是想补这个课啊。可以这么理解，但方式更直接，就是自己介入开发。那具体怎么干呢？他们说有3大策略。对，主要是3个方面。第一就是用好公共土地，他们已经挑了88块联邦的地，加起来也不小，优先搞只租不售。只租不售，这个有意思。目的是保证这些房子能长期可负担，土地不流失到私人市场。第二呢，就是大力推广现代建筑技术，比如那个模块化建筑，就是工厂里把单元做好，到现场一拼，还有预制房屋、大规模木结构什么的。他们宣称说，这样能把速度提50%，成本降20%。这个听起来很诱人啊，要是真能实现的话。是的，模块化和预制化被寄予厚望，觉得能解决传统建筑业效率低、缺工人的问题。然后第3点是强调加拿大制造，优先买本国的。对，优先采购加拿大的木材、钢铁、铝材这些。一方面是支持国内产业吧，但另一方面，这事儿也可能带来新麻烦，比如成本可能更高，或者跟国际贸易规则有冲突。没错，这都是潜在的问题。那除了建新房，还有别的用处吗？有的，而且还挺有针对性。比如说，专门拨个15亿，搞了一个加拿大租金保护基金。这是干嘛的？就是帮助那些非营利组织去收购市面上现有的租金比较低的房子，防止这些房子被业主卖掉，然后翻新成高价公寓，导致廉租房源越来越少。哇，保护存量。对，还有10个亿是直接用来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提供临时的住处和支持服务，这叫住房优先原则。先让有地方住，先解决最基本的居住问题，再处理其他的。另外还特别提到了要跟印约特社区合作，在北部地区建700多套他们急需的预制房。好，听起来策略和资金分配都挺细的啊。可是这个计划一出来，质疑声也不少吧？我看到网上有人说那个什么每套325万天价房。
那个是个典型的误读。总的启动资金是用来撬动整个大计划的，不能简单粗暴的除以第一期那几千套房。那实际成本大概多少？政府的目标是通过工厂化、规模化，把每套成本控制在大概29万加元左右。当然，最终能不能控住，这是个巨大的问号。成本控制肯定是个大难题。还有人质疑那个 CEO 的任命，安娜·贝拉奥以前是多伦多的副市长，说这有点裙带关系。对，这也是个争议点，主要是因为他跟现在的执政党关系比较近，而且之前也竞选过市长。还有就是政府自己下场当开发商，会不会跟私营企业抢生意？是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担忧。怎么平衡和私营部门的关系是个很微妙的问题。反对党那边意见也不一样。保守党怎么说？保守党倾向于减税、少干预，让市场自己调节。新民主党呢，就觉得政府应该更激励，大力投资非盈利住房，立场差别挺大的。那除了这些口水仗，实际推行起来，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或者说硬骨头会是哪些？我觉得有好几个。首先，加拿大制造这个要求很可能跟 WTO 或者那个美墨加协定 COSMA 的规则有摩擦，贸易壁垒问题。对。其次，土地虽然有了，但开发要落地，得跟市一级政府协调规划、水电、交通配套吧。这个流程能不能快起来，很难说。地方政府的效率和配合度。是的。然后新成立的这个 BCH 怎么跟现有的 CMHC 这些机构协调好，别搞出新的官僚主义或者互相扯皮。机构协调也是个问题。还有那个每年50万套的目标，算下来可能需要新增差不多50万建筑工人。现在劳动力市场这么紧张，人从哪儿来？这也是个大问号。劳动力短缺，这个是老大难了。最后一点也是很根本的，长期可负担这个概念具体怎么定义？怎么保证几十年后这些房子不会又变得让人负担不起？这些机制设计都需要非常小心。确实，挑战真是不少。所以总结一下吧，这个 BCH 计划毫无疑问野心是非常大的，它确实也借鉴了一些国际经验，比如新加坡怎么管土地，维也纳怎么搞社会住房。但它也是一次风险非常高的尝试，执行效率怎么样，成本能不能控制住，还有跨党派的政治支持能不能持续下去，这些都是未知数。明白了。所以对咱们听众来说，关键要理解的是，这算是联邦政府一次特别罕见的行动，动用了巨额公共资源，直接下场干预住房市场，可以说是一场豪赌。他想用新模式、新技术、新机构来解决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但前面的路确实挑战很多，争议也一直没停。对，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思考题吧，就是说这个计划就算真的按目标建了很多房子，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加拿大人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把房子越来越多的看成是一种金融投资品，而不是首先满足居住需求的地方。这个问题可能比单纯计算建成多少套房子更能决定这个计划到底算不算真正的成功。